被誉为欧洲最美丽的客厅，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米兰的客厅则在埃曼纽二世回廊，这里拥有全米兰最多精品旗舰店的瑰丽基调埃曼纽二世回廊。但是呢，现在大家是怎么样踩着底下这个在那边转圈圈林叔为什么因为呢，这个是一个上厕所都不用钱的吗？不是这个是一个散发着淡淡哀伤的公牛埃曼纽二世回廊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回廊之一，真的不为过这个地方呢，位于米兰大教堂广场主教教堂旁边穿过了回廊，还可以看得到斯卡拉歌剧院呢。最大的特征呢，就是铸铁以及玻璃铸成的这个拱形的顶棚，就是我们头上这个自然光就洒泻了下来，抬头就能看到湛蓝的天空。而大家踩在这个公牛上面，在那边转，他们踩的地方呢，叫做公牛的蛋蛋呢。这个地方呢，呈现十字形的架构回廊，大家踩在这个公牛呢转啊转，这个痛啊那当然还好，公牛是假的这一只牛被大家踩到凹出一个洞，可见了大家呢力道之狠呢世界上最有名的米兰主教教堂，这里超过3500座的圣人在外面，动物与野兽的雕像。有135座高耸入云的尖塔，巨大的这个教堂耗费了600年的时间来去建造它入口部分一直到1950年才建造完成。米兰大教堂你看看这个城门，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拍这个门吗？意大利的杜林其实曾经是意大利的首都。结果你知道，在他这个国家，在这个城市你这个城市来，你看，你这个门你这以前是马车你行意大利人，你是今仔想要来意大利，伊甲古一甲历史拢保留起来，所以你无来这够可能呢，你千里迢迢马上走来意大利，意大利偌水，真的意大利对南到北你生袂了你甲看，这摆要探过这个门，这个门是以前古早时阵意大利杜林这个首都伊所留的。这是以前军队咧行，马车咧行，经过过600年罗马时代了，你甲看，即摆这个门壁上面比咱巴士咧行的啦，有看到无你甲看电车开过来咱的巴士要两过，无遐简单呢。伊在边两边巴士边阿库米就是方向镜要很小心，不然啪啪，你知道吗？马上呢，司机要去买2个阿库米亚回来所以呢，过那个门呢，不小心就要缴交通费为什么因为不小心就 K 到你的方向镜，你就必须买了。OK， 这个是意大利杜林，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也不多人来，其实很多时候欧洲，我常讲欧洲中国大陆有太多的景点经过我们去开发了解以后，超美的呢，让你觉得哇，旅游度假的感觉就是这样真的用不同的眼光欣赏不同的城市景观，用开朗的心去看看全世界各地。所以现在我们进来了杜林这个城市呢，这个城市里面呢，最有名的，让这个城市呢闻名全世界的最大因素，其中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耶稣的裹尸布，就放在这个地方。杜林是全世界第一个采用可可来做巧克力的地方，意大利的第一个首都其实是在杜林，有仅次于埃及博物馆的埃及博物馆，收藏量高居全世界第2。有全世界最高的旧式尖塔，杜林还曾经举办过冬季奥运会。杜林这个城市这么有名，你来过几次？你有看过吗？杜林这边的这整个景象、美术馆，还有包含最古老的尖塔，也就在杜林所以你说杜林拥有多么精彩万分的历史故事
光是从哪边，我们常讲啊，罗马的历史啊，一天看不完。你光从这边是什么？是罗马的第一个首都，哇！那这还不值得一看吗？就已经非常不得了了，对不对啊？因为代表了这里的拥有了非常强烈的文化历史背景，对不对啊？这也就是杜林首都。那我们来到这边呢，当然呢不免俗的哈，我们要把整个杜林呢看得非常的透彻。在这里几乎都是巴洛克式的建筑，这里意大利式的宫殿，巴洛克式的建筑，让我们呢来到这个地方呢，印证了都灵市区的发展旧跟新融合在一起。你可以把这个地方称为都灵，也可以把这个地方称为杜林，都无所谓哈。为什么？很简单啊，这也是翻译名称的问题。而在这边，我们走进来最有名的名店街，然后名店街不是像中国大陆搞得跟步行街一样，不，它在原有的建筑架构底下去修建它，这就是意大利吸引人的地方。来到了巨大的广场，我们要前往圣卡路广场啊。那从圣卡路广场印证了都灵市区的发展，从广场看北看南都可以看得到，尤其在这个地方还有城堡广场等等，我们刚刚都从城堡广场走过来了哈，你可以看得到意大利人的都市设计多厉害，这个城市的世界设计都是方格子的，真的不要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你看看意大利人的水道、渠道建设、马路建设、交通建设，他盖的房子几乎都是啊。你看看啊，我们现在前面所看到的这一个呢是什么？这一个呢，也就是宫殿啊。这个呢，在都灵意大利成为第一个首都之前呢，倾全一世的萨伏伊王朝新建的一系列宫殿，那个就是他之前的宫殿。而这个宫殿后面呢，也就是仅次于那边，仅次于那个埃及啊。仅次于埃及的第二个收藏的埃及博物馆呢。那你说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有埃及的文物呢？那很简单嘛因为在最早以前呢，这个罗马帝国在攻占世界各地的时候，你也知道吗当然就可能打到了埃及，对不对然后呢，当然俘虏他们所以当时就从那边呢，在战争的因素之下，就拿了特别多的什么？特别多的这个战利品回到了这个地方来所以包含这里的埃及博物馆里面有大量的木乃伊，不只有法老的木乃伊，还有动物的木乃伊，很多从埃及各地当时在战争运回来的巨型石雕像。有两个重点，第一个，为何别人家的东西你把它抢来放在你家？第二个呢，是什么？真不明白，100多年前到底怎么样把这些大型的东西运回来呢？也许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人是如何从埃及夺来这么多的方尖碑来做摆设。杜林可以说他的埃及博物馆是他的翻版，当然重点我们并不是来杜林的埃及博物馆。第几任不好意思，我忘记了但是这个皇帝呢很厉害呢，他当时呢设立了这一座皇宫之后呢，把整个目前都灵的雏形呢塑造出来的凯里亚尼宫凯里亚尼皇帝罗马的其中一个皇帝他也是会掉东西。这个城市因为已经做首都，伊就知影所有的街仔细细角角、四四方方都灵四四方方，而且都有这种大型的拱门，为了军队等等你看2000年前的古罗马，哇塞，拜托，我们要比上人家还差远对不对古罗马人、古早人古早人的智慧真不得了所以人家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不对？这真的这真的不是盖的北意大利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山城，这个山城呢叫做 Aosta， 其实它的名字呢也就是Augusta， 8月的英文那是8月的英文的意大利语把它翻出来呢，很接近这个音 Aosta。那当然
它会叫 Ostar， 也有它的原因。这个地方离法国的边境其实不太远，这个小山镇呢，充满了罗马的古迹，而且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具有特色。当然，我们今天是 pass 过这边经过这边来这边度个假，住个饭店Ostar 哈，这个古罗马城呢是一个双语区，这里很多时候用意大利跟法语2种语言的标注哈。广场上也非常多的法国人来这边度假，因为这里的边境地方实在是太近了啊。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得到，从东城门我们一路走过来，还现今保留了东城南门啊。这个门刚刚看到了西元1世纪所盖成的哈。在这个地方呢，太多古罗马留下来的，不管是 Opera 歌剧院，或者是你看这一些古城墙地下墓穴、地下教堂等等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活历史、活古迹的古罗马城，在这个新的市镇就直接坐落在旧市镇上面。新民艺术金马 Key 这个餐厅它就坐落在这个古罗马城的遗迹上面，新与旧同时生活着，这是我最喜欢意大利的地方，新旧交杂。人家的围墙用的就是古城墙酷吧所以在这里面呢，很多的法国人、很多老外很喜欢来这边，而他也是意大利创国，这个开国的君主奥斯塔来这边呢，攻下这边来以后呢，从前面立下了这个奥斯塔的古城门所以这个地方也特别的有名。诺瓦拉这个诺瓦拉呢，我们为什么会来？我趁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来刚好遇到了2017年最热的一天超过40度的均温怎么不巧巴士坏了巴士坏在哪边？冷气坏了这冷气坏了呢，几乎呢外面在流汗，里面也在流汗，什么意思呢？就在车内都在流汗。到后来我们的司机因为也有工时的问题，就停在了接近米兰附近的诺瓦拉，在这边呢修车。那修了1-2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就顺便呢来到这个诺瓦拉司机开去修看嘛西维赫不，我们就来到了诺瓦拉，顺便来观光。我们的司机这个老灰人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再次感谢这些男女主角们，你们的体谅为什么车子要坏，没有人能够知道。车子要真的就像有一次我们去这个斯里兰卡那去斯里兰卡的时候呢，有派来的车子也不好。结果有的人就说枪哪里很暖结果那导游说呢，这里是我们最好的车了。什么意思？这国家的条件就是这样子，很多不可抗拒的因素。
瓦拉也是意大利从米兰到都灵或热内亚之间的一条商业重镇啊。这里呢拥有了这个诺瓦拉圣高登扎奥大殿，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教堂，高达121米，它曾经也是意大利最高的教堂之一啊，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镇。当我们停在这边的时候，哇，几乎看不到任何的台湾观光客，因为这种小镇呢，我们不会来啊，你知道哈？为什么不会来？意大利不是它不好，意大利太多的小镇，太多的山城可以逛了啊。那旅游景点有几个大拜拜的地方啊，这几个大拜拜的地方我们常常去。我常讲啊，很多人说这个城市，你说米兰大教堂可以不去吗？当然不行啊，一定得去啊。有太多因为媒体也因为旅游书上的介绍而闻名的，你不去走它根本不可能。但是这当中还有非常多隐匿性，我们叫做隐藏版的小景点，你要全部走完了，实在是很难。所以旅游就是这样，你要走遍它，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所以每一趟的旅游，我都特别珍惜过程当中所留下来的点点滴滴。我们在意大利的诺瓦拉，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哦。